从前有座山，山里头有座庙，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。他讲的是什么呢？功夫是个啥？传说有绝学，深山藏秘籍，觅得一神兵，逍遥闯江湖，仗义行天下。天下归心，四海一家，禅武圣地，唯有少林。千百年来，此地素以功夫传世，在拳脚和棍棒上被江湖仰望。一墙之隔，两个世界，三代武僧，不同的梦想。斗转星移，沧海桑田，少林绝学今何在？叩拜山门，让我们触摸千百年来的功夫传奇。清晨，释延傲和往常一样5点起床，开始了他一天的修行。释延傲，少林武僧，年过半百。掌握了多门少林绝学。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禅宗和武术的发源地少林寺的山门前，在这里您看到了清代的名山古刹，卧虎藏龙。1500年来，少林寺一直是中国人的功夫传奇。如今，每年有超过300万游客不远万里叩访少林，其目的多是为了寻访传说中的少林绝学。遗憾的是，那些传说中的世外高僧，却不见了踪影。只有当人潮退去，山门紧闭，这里才真正属于少林寺。易筋经是少林寺传承1000年的上乘功法。释延傲接到寺院的任务，要将其口传心授给年轻武僧。易筋经确切地说是少林寺高深的内功修炼法。少林寺练什么武功，你达不到顶峰的时候，通过练习这易筋经，他的功法进展得很快。突飞猛进。易筋经流传到社会中间也有很多版本。少林寺它有少林寺的练法，内功心法很重要。
他是要靠师傅的口传身授。他的一口气就是说，从涌泉穴以下能提上这个，从这个督脉以下能达到这督脉走完。看着是很简单，其实简单易学，但是练的时候是难练。习术必先悟道。释延奥需要在众多武僧中选择6名有悟性的拳棍高手，亲传少林绝学《易筋经》。甭说什么人都练，通过这很长时间，甚至是10年、20年，这种武术基础达到一定时候了，然后就是把这易筋经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传给你。易筋经它主要是从内功上能帮助，通过练内功，达到拳头有浑圆之力，有穿透力。易筋经的易，代表着变通和改换。习练这套功法之人，必须突破身心的极限，改换筋骨。在释延奥的点拨下，6位武僧习练易筋经之前的基础训练逐步展开。然而，少林绝学远不止于此。除了变通和改换，还意味着要承受最强大的击打，来练就金刚不坏之身。我认为常人做不到的，你做到了，这都叫绝学。不出手就能把对方给折服，这才是真正的高手。释延武45岁，习练金钟罩铁布衫10年有余。据说，这项绝学几近失传，习练之人少之又少。我有一个梦想，要把少林的一些绝技重现人间。金钟罩铁布衫是少林武学里面的绝学，真正的金钟罩铁布衫是没有罩门的，就是任何身体的要害部位都能承受的重击。隐居嵩山会善寺，释延武历经了长达10年的秘密训练。今天，他向身体的另一个要害部位能承受的极限发起挑战。咽喉这个部位都是环状软骨嘛，一打都碎了。这个要比胳膊开个棍儿、腿上开个棍儿难度大多了。要想让自己的身体强大，就必须用更强大的力量来击打它。在释延武的功夫世界里，没有不可能。任何一个部位
要想你把它强大起来，要有训练的法门，这就是靠自己去悟。每当练到精疲力尽，释延武都会进入密室修禅，恢复内力。练武的人最难的就是能把心静下来，修禅才能让人有静心，有悟心。咽喉是人身体的特殊命门，释延武必须进行一些特殊甚至残酷的训练。这个功夫就是在武学中称为叫归气功。我用绳子吊下来，就是我可以，是吧？闭住气，20分钟没问题。内功到顶峰的时候，才能达到这种境界。但是，另外一种训练是极其隐秘的，释延武从不示人。闭关修炼300天，释延武大功告成。他将挑战14根杨木棍在喉部的连环重击。我让世人能知道，少林寺还有真功夫的存在，还有真正武术绝学的存在。千百年来，少林寺一直从自然万物中获取能量，接骨疗伤。这是少林寺秘不外传的另一种绝学。少林寺药局成立于金末元初，到现在正好是800年了。制药的传统呢，我们叫单算睾丸，大概有2000多个药方。那么这些药方就是历代的禅师、历代的武僧，通过他的经验积累下来的。释延林希望少林的药方能够普济众生，但药材的种植和采集依然来之不易。8点的时候上山，一是路远，二是路不好走。到山上的时候大概就10点。在嵩山无化坪，少林药局开辟出一块田地，种植一些只能在嵩山生长的草药。整个夏天，药僧释延柏都在此劳作。原本这个地方就旱，然后今年还特别旱，缺水，这是个大问题。好多药材它活不了啊。你说不能老是点2个桶啊，爬1000多米爬到山上，然后一个浇水啊，太大了浇不坏啊。所以呢，今年收成不好，也没办法。功夫讲究火候，药材讲究时令，因时而动。释延林对每一味药材的采集都有苛刻的要求。一年有24节气，一天有12个时辰，因为它这个自然生态它有个规律，什么时候生什么，什么时候长什么，我们要取它最有效的时候，最有效的部位，还有采摘时间也很讲究否则这个时间点过了以后，这个药性就没有了。腊月是最忙碌的时候，药局
必须为熬制少林古方膏药做好一切准备。荆芥、麦冬、石膏、青皮各4两，土硝、幽精仁、青铜3钱，白方5钱。有少林寺的膏药，它有大方跟小方。小方的话，一般7、8种就可以了。一般我们用的是大方那个，大概有50多个，可以追风的，可以镇痛的，可以除湿的，用的范围就比较广一点。秘方的神秘，就在于一切都要讲究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冬至时候要开始进补，这个时候能量场都在收了，这个时候去做。那上面还有石头要扔不下来。别，一个扔，别全部下来。冬至这一天，夜最长，此后阳气日长，早晨9点，熬药正式开始。熬膏药是有讲究的，特别是个风很要紧。因为风的话，它对火候不好掌握。要下单的时候，要鸡犬都不能听得到声音的，它这个场不能去破它。往那边走。盖了吧，盖住。驴已经化了，没用了。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火，让一锅药材化为灰烬。即便经过精心准备，稍有不慎，都可能功亏一篑。秘方的成与不成，往往只在一念之间。可惜的这些药，要是活起来的，你看我就知道，这一锅完了，只有心情很糟糕。今年前功尽弃，熬药只能等到次年冬至，从头再来。腊月又至，熬药再起。按照寺院规矩，僧人们来到药师佛前发愿祈福。我们在拜佛，实际上不是在拜佛，拜我们自身的心。我们要做好准备了，我们要开始熬药了，这是精神要全身人贯注了。你的发愿跟不发愿做一样事是不一样的。熬药如期进行，经过8小时精心熬制，少林古法膏方终于成型。熬膏药就在于一个熬字，就跟练功夫一样，你要熬啊，熬的时间到了就成了。冬去春来，经历了严酷的基础训练之后，释延奥开始用易筋经来熬煮他精心挑选出来的6位高手。它能疏通你自己的经络，能增加你的丹田之气。来，走，双手交叉胸前，腰过肩，然后胸下沉，脚尖着地，脚跟立起，过肩，身形肩背，咬牙，向腰开，慢慢的
以前的时候，少林寺也是早上晚上练功，为啥呢？白天要农耕，你像晚上练功很静，练功上功快。千佛殿，少林寺最神秘的大殿，未经许可，一应僧众禁止入内。环壁之上，绘有包括罗汉18手在内的少林诸般绝学，他们都以《易筋经》作为内功修习基础。释延傲得到特许，进入大殿，面壁读谱，体悟少林绝学精髓。对于释延傲来说，这也是少林绝学传习1000年的训练方式。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少林功夫的传习，不仅取决于师傅的言传与身教，还有赖弟子的苦练与顿悟。一段时间过去了，释延傲对年轻武僧的表现并不满意。但是离我们以前练功的刻苦不一样，那刻苦那是超负荷的去刻苦。现在的年轻人说，任务这练上都够了就行了。比方说低架子，他不想低了就高一点，高一点省劲儿。可能时代不一样了。时代真的不一样了，少林寺也在与时俱进。作为一个80后的武僧，释延波感受到的信息已经与释延傲完全不同了。对待自己的身体，他还有另外一套训练方法。Left hand first. Relaxing. 训练之外，释延波还有一项工作，教授外国人学习中国功夫。为此，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英语。现在，每年有超过2000名外国人从世界各地来到少林寺学习功夫。So we practice like slowly, but the body is never stop, never stop here, no. It's少林绝学并不局限于山门之内，年轻僧人正在借助互联网积极地融入更广阔的世界。释延波接到来自比利时导演的邀请，要去参加一场带有中国功夫元素的舞剧表演。在为出国演出做准备的同时，他并没有放松《易筋经》的艰苦训练。面对多元世界，只有适应变化。此刻的他，梦想起飞的舞台已经更大了。童子功，另一项高难度的少林绝学。好练的呀！点头哈喽，童子拜佛。
我叫释小松，今年8岁。我是在4岁的时候进入少林寺，因为我小时候爱生病，有鸡胸，所以我爸爸就想让我练武，后来进入少林寺。不知不觉间，小松在少林寺已经度过4个年头。此时的他还未能完全体味修习功夫的艰辛，寺院在他看来也不过是童年的游乐场。作为小沙弥，小松还要学习寺院的各种规矩。凌晨5点，睡眼惺忪的他就要跟师兄们一起上早课了。早上都要拿一本经书，然后到时候在早殿里面要看。刚背经书的时候，感觉那么乱，一个都听不懂，还有那上面字也看不懂，繁体字，不会念，跟着念。说多少次了？这胳膊是撑直的，这个拳能打直不能？能吗？错的，拳打直，人家这样的胳膊给你擒拿了，明白没有？拳打出去，打出去，叭再收回来，大声点，走。好。看伸直，看伸直，直好。这个拳直的还是弯的？坐好，哭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。这个拳在上边了啊，你要不人家打到你脑袋了，架挡，这样我就打不到，用点劲儿，用劲。练拳连自己保护都保护不了自己，练拳干嘛？眼神狠一点，眼神聚集在一起。起，记住了啊。再忘记的话，你还是要挨揍的啊！歇一会儿吧。尽管这些套路，小松早已烂熟于胸，但是要想真正练到随心所欲的境界，还需要数十年如一日的反复练习和揣摩。除此之外，别无捷径。小武僧的生活并不只有练功，小松还有属于自己的乐趣。小松必须经历所有师兄们经历过的，小松还将迎接所有师兄们不曾经历过的。大千世界，一墙之隔，那是一个小松向往而又不熟悉的外界，那是小松未来的美丽新世界。绝学是什么？小松并不知道，但在外界看来，习练童子功的小松已经身怀绝学了。It's not a film you just try to get That's okay. No. focus. Yeah, I told him already. Told them. Thanks.
我是一名少林弟子，我叫释延资。1984年，我来到嵩山少林寺学习功夫。在1998年，我师父派我去伦敦创建英国少林文化中心。我这一次回中国是来参加1月3号的世界王者搏击争霸赛。今年46岁的释延资，在英国伦敦传授少林功夫整整17年了。在一切讲求实力的西方世界，他习惯于在实战中证明少林功夫的强大。功夫不仅是少林绝学，更是中华文化符号。此战，释延资背负着整个少林乃至中国功夫的光荣与梦想。我作为一个少林的弟子，我还有很多的师兄弟，还有很多的学生，非常关注这个事情，说你赢的都好，你一旦输了，那么少林寺就输了。少林功夫因实战而创，招招即可克敌制胜。时至今日，时代变了，规矩变了，功夫的本质似乎也变了。功夫还于实战吗？在古代，功夫是用在战争上面的，那也是为了实战的。哎，只不过那个时候实战，它不是在拳台上面，它是生死搏斗，它一出手就要见生死的，不是光见输赢的。如果武术不能用来搏击，我觉得就不应该称为武术了，我们可以称为健身运动。是。我们少林的传统套路都不是很长，就是以实战为根本的。这些套路里面的每一招每一式，都足以击倒对方。回到少林寺的释延资，谢绝一切拜访，开始闭关修炼。我那个年代没有赶上这么多的赛事，现在这个机会有了，赛事放开了。我虽然40多了，我不甘心，不管大家怎么看我，这是我的决心，这是我的心愿。毕竟释延资已步入中年，此战胜负难卜。师兄弟们决定布阵测试，释延资只有先打过这一关，才有机会继续前行。天下功夫出少林的名声不是虚名啊，先祖们他们用他们的命换来了教训，然后呢传给我们说什么招管用，什么招不管用，那怎么证明？就是擂台，你要经常去跟别人去交锋，你要全身心的超越胜负，超越生死，超越名利的
去用你的行动去告诉大家。离比赛还有1个月，释延滋来到北京进行搏击专业训练。此时，他又面临一个新的难题。你年轻的时候是靠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我跟你拼了。那这个年龄的时候，不是靠拼的，你要靠智慧，你要靠真正的武术里面的东西，你瞅着准，你一下就把它搞定了。面对强大的对手，面对陌生的搏击规则，背负着中国武林的期望，释延滋倍感压力。胜负成败，在此一搏。中国有一句古话是这样说的：“姜还是老的辣。”公元2014年，世界战略格斗界顶级精英集结竞选世界国际王者争霸赛的比赛现场，非常高兴，我们今天邀请到泰国的贝康南、法国的尼古拉斯、加拿大的马库斯、这也是应该说在今天的所有国外选手当中实力最为强劲的一位。他是被称为在80公斤级泰拳。上场之前，面对世界级搏击高手的凶悍攻击，中国拳手已经连输数场，释延滋的压力更大。1988年，他是散打的全国冠军，今年46岁，他还有能力在登上擂台面对比他小8岁的泰国老将吗？有请释延滋师傅。由于不习惯使用拳套，上场不久，释延滋就手指骨折，不能再用拳头猛击对手，形势异常凶险。手是2扇门，全靠腿打人。从第2回合开始，释延滋迅速调整战术，发挥少林功夫中的腿功绝学，巧妙的瞬间制敌，形势开始扭转。要练武，别怕苦；要成功，莫放松。一切的功夫是由苦而来的，你要吃得了常人吃不了的苦，要几十年如一日，坚持不懈。这就是中国的功夫。
甲午年10月初5，雪落嵩山，释延傲带领6位武僧开始习练一项更加重要的功夫。10月初，大弩就是诞辰纪念日，开始七七。一般我们少林寺是打7个七，七七49天。我们七七之前都要去佛祖搞这个生死架。秋收冬藏，五谷归仓，精气内敛，人心易守。这是打禅期的最好时光。一天做12支香，这个每支香有40分钟，有1个半小时的。不是所有的武僧都能通过禅期。常年练习功夫的人，最怕的就是安静下来。做禅的有做禅的规矩嘛，不前穷不后仰，身正，不要打瞌睡，你做不好了就要挨板儿。此时，药局的释延林正在为打禅期的僧人们熬制一种特殊的药茶。这种药茶由30多味中药材文火炮制而成，可帮助打禅期的僧人们安神静气，抵御严寒。参禅的目的就是说能练好功夫，练功也是在参禅，只是方法不一样。打禅期的目的是为了除去妄念，明心见性。少林绝学历来讲求身心合一。只有让习武者勇猛精进、专一不二，方能达到功夫的最高境界。动身不动心，用一生的时间来用功，这是少林僧人的毕生修行。斗转星移，日升月落，七七49天，看似弹指即逝，对禅修者却无异于一场漫长的煎熬。禅期出关之日，7位武僧脱胎换骨，恍若重生。七七49天坐下来了，空了也就是说没有了，就没有了，是一种喜悦，是一种成就。禅期之后，登堂入室，少林寺最神圣的千佛殿对7位修行者敞开大门。今天晚上我们练习易筋经的终极练法。终极练法最重要就在呼吸，在以前的呼吸基础上再进一步啊，吸的时候啊一定要提档加杠啊，存着气向督脉慢慢上，上到命门向前推，呼气的时候向丹田沉，所以这个是丹田功啊。
丹田从小腹部，从丹田要转，气会转。你走气不要停留，不要憋气，憋气就入总活动了。大家一定要体会，啊，不慌不忙，否则的话，气停着。千佛殿，历代少林武学高僧都曾在此修炼。大殿中的48处角坑，都见证了少林功夫的神奇。那是时间的力量。没有成那一说，只有坚持，它是没有边缘的。回到少林寺，释延资在后山新开辟了一块训练场，传授年轻武僧少林功夫的实战经验，告诉他们少林绝学就在自己手上。与此同时，释延武继续修炼金钟罩铁布衫的最高境界铁当功。入寺5年之后，小松被父亲接走，开始接拍电视剧。他的童年注定与众不同。2015年开年，音乐剧《舞龙》在比利时隆重上演，释延波在其中有一段长达12分钟的少林功夫展示。完成了师命，释延傲独自步入塔林，祭拜先贤。功夫就是时间，让奇迹在时间之河中水落石出。而绝学就是觉悟，是让不可能成为可能。江湖上流传着很多关于秘籍的传说，但秘籍究竟是什么？它是虚拟的江湖传奇，还是真实的存在？找寻尘封100年的秘籍，他们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？明天请继续收看《功夫少林》第2集《秘籍》，即将为您展示中国功夫人与秘籍的真实故事。